贷款可以说是买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，可是有很多买方一直到了要签约的前一刻，都还没有搞懂贷款的真正的原理。我就有遇过这样的客户，一开始热情满满，每个周末都出门看房，两大两小骑着车到处跑，看了2-3个月之后才发现，考量到贷款成数的话，这些物件根本都负担不起，那真的是心很累。这些失去的周末还不如用来陪伴孩子，甚至更严重的，一旦你已经成交签约了，这时候才发现贷款贷不过，你贷急了大条啊，很有可能你已经支付了价金就全都拿不回来了。那银行借钱的标准是什么？为什么同样成交1000万的房子，有人最多贷款700万，有人就可以贷到800万？今天这一集影片，阿中就要带朋友们来了解购物贷款。Hello， 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中。我们在带看的时候，最常被问到的其中一题就是：你知道这间可以贷多少吗？通常会这样问也很合理，就是为了避免成交签约之后贷款贷不过，手头现金不够，又临时生不出钱，就只能违约。而违约的话，就有可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你从签约之后陆续汇入旅保专户里的价金，有可能全都拿不回来。那有一些比较谨慎的买方，就会在签约之前付斡旋的时候，要求要在斡旋单上面压一条但书，会写说，如果签约之后送银行审核，贷款成数不足几成的话，就要无条件解约。这的确不失为一种保障自身权益的方式。可是有很多买方在跟房仲要求压这一条但书的时候，却大多会被百般阻挡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房仲只想成交，罔顾我的权益？现在还好你有先看过我的影片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条但书这么难压，以及如果不压但书的话，该怎么保障自己的权益。也请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让你快速秒懂自己能够负担什么样的物件，这样就能避免在看房的阶段看了一堆根本不适合的房子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是正准备买卖房子的朋友，请先把订阅按下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用最轻松有趣的方式来搞懂房地产的各种知识咯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先回答刚刚的问题，要知道房仲的角色是一座桥梁，好的房仲当然会保护买方的权益，同时也会保护屋主的权益。那我要压但书，有影响到屋主的权益吗？我们假设今天但书压下去，也成交签约了，从签约到送银行审核，到审核结果出炉，保守估计都要3个礼拜的时间。万一结果出炉，贷款成数不够，买方想要解约，那屋主的成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他的物件是暂停销售的，可能原本有其他的诚意买方，错过之后就找不回来了。如果你是另一群当初没有买到的诚意买方，接到房仲打来跟你说，物件又可以卖了，你会怎么想？8成是觉得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吧，哪有人这样卖房子的？所以为了避免后来会变成这种零和的局面，今天的影片就是要告诉你，到底要怎么判断这间房子可以贷多少。首先要知道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银行决定要不要借你钱，他最关心的就是你能不能稳定的还钱。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我会从2个大方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财力证明，很多人从字面上会以为这个财力证明是要证明我有多少身家，其实这个财力比较像是还钱的能力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信用条件，会评估你有哪些收入、哪些支出，你的信用状况如何。银行最喜欢有稳定收入的客户，这代表你有办法稳定的还钱。比如说军人、老师、医生、公务人员这些职业的收入不错，而且稳定，银行评估风险相对比较低，就会比较愿意借钱。那像自己做生意、开公司当老板的，或者像我们这种业务类型，收入是很不稳定的，就会让银行觉得风险比较大，借钱的意愿就会比较低。再来就是你的支出，有没有车贷、保险等等固定支出，家庭支出大概多少，生活费大概多少，银行要知道你的月收入扣掉支出之后，还剩多少钱可以用来缴贷款，这就是他们最在意的风险。最后就是你平时的信用状况，如果你平常和某一家银行有经常往来，也都有稳定在还款，长期下来就会加不少信用分数。但如果经常有欠款、有卡群等等的状况，就会被银行认为是信用有瑕疵。那如果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或是收入都是拿现金的，没有薪转证明可以提供给银行做评估，有些人就会请父母来做担保，或者用其他名目的信贷来补足贷款成数。再来就是房屋本身的条件，很常会听到买方问说，这间房子这么老了，可以贷到8成吗？或者问说，这间屋况这么差，贷款成数应该很低吼。这边就要跟各位朋友科普，银行对于房屋条件的评估是看物件转手的难易度。就像刚才说的，银行最在意的就是风险，他们不想要看到万一客户还不起贷款，想要把房子卖掉来还钱，房子却卖不掉。所以如果你买的是所谓市场主流的物件，
像是屋龄比较新的电梯大楼或是透天，地点也不要太偏，银行评估要转手比较容易，就会比较愿意借钱。那如果是老宅、土地、小套房，或是法拍、地上权、工业宅、凶宅、收租套房，或者是一些比较不被接受的特性，例如说门口有电线杆、电箱，附近有坟墓、加油站、公庙等等，通常就会需要准备比较多的自备款。有人就会问说，你说老宅需要准备比较多的自备款，那不就是跟屋龄有关吗？算对了一半，因为重点还是得要看转手的难易度。阿忠以前在内湖服务，台北市真的是寸土寸金。點解個老洞唔係李嘉誠？就算是40年的老公寓，也還是買賣的大宗，所以要貸到7成8成，也都還算是蠻常見的。但是老房子在台南的接受度就沒有那麼高，銀行認為轉手比較不容易，自然就會影響到貸款成數。看完了上面的舉例，朋友們都學會了嗎？如果你已經搞懂了，阿忠在這裡再加碼分享一個很簡單的試算方法，讓你快速秒懂，以你的財力能夠負擔多少總價的房子。你只要記得4個數字，每貸款1000萬，貸20年，利率2%，那你每個月的本金加利息就大約是5萬塊。舉例來說，假設你買了一間1000萬的房子，貸款8成，貸20年，利率2%，那每個月的本金加利息就大約是4萬塊左右。那如果是貸30年，其他數字都不變的情況下，你就只要把20年算出來的數字乘以0.7，就會是每個月大概的還款金額。這裡我們都是用本息平均攤還的方式來計算，才不會一次講太多讓大家錯亂。關於本息平均攤還和本金平均攤還的差別，我們會再另外做一集影片跟大家講解。當然，這個4萬塊是一個粗抓的數字，實際數字要等到貸款辦好了才會確定。那這個算是什麼時候才用到？我舉一個例子，之前我有一個朋友想要買房，而且手邊有200萬的自備款，他就想說，如果可以貸8成的話，那總價就可以買到1000萬。他就跟女朋友去看了很多總價1000萬上下的房子。後來在閒聊的時候，我不經意的問了一句，那你每個月要還4萬塊，負擔不會太大嗎？他才晴天霹靂，怎麼會沒有想到這一點？所以朋友們在開始看房以前，務必要把自備款和還款能力做綜合考量，這樣你就能夠很有目標的開始看房咯。那趁着剛學過，我們來做一個練習。假設你簽約買了一間房子，成交總價是2175萬，貸款8成，貸20年，利率2%，那你每個月本金加利息要還多少錢呢？歡迎把你的答案留言在下方。總結來說，在做決定簽約以前，一定要先確認過貸款條件。如果不太有把握的話，也可以請認識的代書幫個忙。代書通常會有認識的銀行專員可以幫忙評估，有了評估，心裡也才有個底，也就知道之後可以怎麼跟屋主談價格。以上就是評估貸款時你需要知道的觀念。買賣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萬不要亂繳學費。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祝福你買賣房子一路順遂。如果今天這集影片有幫助到你，請幫我分享出去，讓更多人知道購屋貸款的觀念。如果想要看看我們平時的樣貌，歡迎追蹤我們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買賣房屋的需求，歡迎加入我們的官方 LINE 來做諮詢。如果對其他主題有興趣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們。這裡是房仲老實說，我們下次見。